海洋乌托邦号邮轮之旅已经来到后半段啦。这期视频我将带大家揭开皇家加勒比私人岛屿 Coco Cay 的神秘面纱，解锁邮轮上更多的活动设施，打卡更多免费餐厅，品尝更多美食。最后还会和大家分享下船日的流程，快来跟我一起期待一下吧！吃好喝好，长生不老。Hello， 大家好，我是地包土逼。第3天一觉醒来，就发现对面停了一艘和 Utopia 类似的邮轮。原来我们已经停靠皇家加勒比私人岛屿 Coco Cay 啦。先来简单吃个早饭，有肉有蛋有蔬菜，喝上了我惦记了一天的巧克力奶。这个视角可以看到对面邮轮的设施和 Utopia 的差不多，也有个很长的滑梯、迷你高尔夫场地和篮球场。来看下 Utopia 的迷你高尔夫球场，别看这些洞洞造型可爱爱的，打起来还挺有难度的。发现了一个给小朋友玩的地方，这个角度可以看到 Coco Cay 的全貌。今天一共有2艘邮轮的乘客登岛，并不会很拥挤。不过我发现很多看上去很好玩的地方都是要额外收费的。其实这时候留在船上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各种娱乐项目都认完了，椅子也可以随便躺，水上活动也没人，救生员都悠哉悠哉的在聊天了。这里是攀岩场地，设施入口在7楼，你也可以从6楼的 Aqua Theater 旁边走上去，两侧都可以玩。他们会提供攀岩专用鞋，自己只要穿上袜子就行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船上人不多，自助餐厅食物的选择也变少了。拿了点非常美式的鸡肉炒面，一点坚果和1根玉米，4杯饮料分别是苹果汁、橙汁、柠檬汁和冰红茶。冰红茶是无糖的，柠檬汁注水严重，柠檬味特别淡。再来点餐后水果和小甜品。午饭后回到房间，看到工作人员用毛巾叠的小狗狗，竟然还贴了2只眼睛，也太搞笑了吧！休整一下后，准备登岛 Coco Cay。下午5点之前要回到船上。原来隔壁邮轮是 Symphony of the Seas 海洋交响号，2艘绿洲级邮轮同时停靠的场面还是很壮观的。大家都已经陆陆续续回船了。这里的海水好清澈呀，看到了好多小鱼，竟然还有水母哎！岛上还有小车接送，不过不知道是否要预约。这里的一切都很有欢乐的度假氛围。岛上分好几块区域，餐厅、酒吧、水上娱乐应有尽有。还有座挺精细的沙雕，刻画了几个世界著名景点，包括意大利的罗马斗兽场、印度泰姬陵、墨西哥的玛雅金字塔，当然还有我们中国的万里长城。因为下船已经不早了，时间有限，我们就选择了在 Chill Island chill 一下。这块警告牌也太可爱了吧！不要跳水哦，会吓到小美人鱼的呢。这个角度看2艘邮轮也超美的，烟囱里出烟的是 Symphony， 最新的 Utopia 采用液化天然气动力，所以看不到烟，绿色环保，更利于海洋的可持续发展。看，还真的有美人鱼呢。
岛上会贩卖各种海滩用品，所以如果忘记带了也不用担心，超能力能帮到你。现在岛上的人已经很少了，我有种错峰出游的感觉。其实什么也没干，光是躺在沙滩上吹吹海风，看看云，看看鱼，看看晶莹如果冻般的大海，心情就无比舒畅。是时候回游轮啦！乐队和舞团真的是一刻也没有停歇。虽然是自家公司的岛屿，回游轮还是需要过安检。直接到达3楼，回到自己房间啦。在阳台上看到了很暖心的一幕，不少 Symphony 的游客站在甲板或阳台上和我们挥手道别，两边的人互相说着祝福的话。这可能是我们这辈子唯一的一次相遇，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共享了今天在 CocoCay 的美好时光。小岛又归于宁静，这次是真的要和 CocoCay 告别啦。船开着开着，我们又再次见到了 Symphony， 准备去吃晚饭。出门遇到了昨天见过的钢琴家在 Giovanni's 门口表演。今天晚餐的座位可以看到窗外的景色，这颜色也太美了吧！好希望可以坐窗边哦。餐前面包和前2天的差不多，2种圆面包加法棍切片。第一道前菜叫 Pork Ball Taco， 就是猪肉挂包。饼皮是松软的发面，调味甜甜辣辣的，放了洋葱、青葱和胡萝卜。肉的量是一点存在感都没有的，你跟我说这款是素的我都信。第2道 Coconut Shrimp， 奶甜奶甜的，椰子香味非常浓郁。虾虽然用的冷冻虾，个头却也不小。不过和昨天 Calamari 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外壳非常硬，刮得牙齿很不舒服。主食一共点了3道 New York Strip Steak、Butter Herb Tiger Shrimp 以及 Jerk Pork Chop。牛排不死心，继续点了5分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次终于是正常水平了，肉很嫩，也没啥血水，配的香草黄油慢慢融化，渗入牛排肌里，使得每一口的肉香中都带了奶香的余韵。老虎虾偏油偏咸，虽然虾肉还算紧实，但是虾线没处理干净，吃起来沙沙的。Jerk Pork Chop搭配菠萝黑豆酱，整体齁咸。猪排本身倒是挺嫩的，菠萝也努力给猪排带来了一丝果香和清甜，里面还有炸芭蕉，酸酸甜甜糯哒哒的。甜点同样选了3款，菠萝蛋糕很普通，不过没有很甜。巧克力蛋糕虽然有苦味，但是甜的比重有点过头。胡萝卜蛋糕用料十足，奶油、蛋糕体、葡萄干和核桃比例很完美，是3款里我最喜欢的。饭后随便转转，没看到什么喜欢的活动，于是就去休息了。第4天本想早起看日出的，怪我没找对方向，眼看着天越来越亮，最后赶紧捕捉了一抹朝霞。这是今天的早餐：荷包蛋、西柚、酸奶谷物、烟熏三文鱼和面包布丁。又遇到了电梯里的钢琴表演。报告报告，在5楼电梯附近的扶手处发现了一只蓝色橡皮鸭。原来工作人员会在客流量大的低层随机把一些橡皮鸭藏到公共区域，让游客来寻找。
Congratulations， 哈哈，上面还有小鸭子的名字。今天邮轮一整天都会在海上航行，所以是满员的状态。午餐时间，才发现这是我在海洋乌托邦上的最后一顿午餐了，依旧来到了 Windjammer。先来盘开胃沙拉，然后拿了些牛肉、虾仁和海藻。虾仁照例是冷的，来碗汤加热一下吧。这块肋排还挺好吃的，刷的甜甜的烧烤酱，用手啃着吃超过瘾。再拿了块鱼排，这次的柠檬汁里竟然喝到了柠檬果肉。今天的甜点区也添加了巧克力瀑布，不过不能自己动手，工作人员会根据你的需求把食材蘸好巧克力放在盘子里给你。饭后小甜品，巧克力水果、巧克力蛋糕、拿破仑蛋糕和些许新鲜水果。甜点和无糖冰红茶最合拍了。看看今天的甲板，果然人山人海。5楼的珠宝店里又有免费手链送，不过要听一个讲座。之后我去参加了在 Spotlight 里举办的哈利波特有奖竞答，我是 Hufflepuff 的，你呢？场子里大人和小朋友的比例还挺平均的。What spell is used to defend oneself from a boggart? Ridiculous, yes. 附加题竟然让我们按照被摧毁的顺序写出那7件魂器。Tom Riddle's diary. Second, Movolo Gorn's ring. After the ring it was. Yes, Salazar Slytherin's necklace locket. Yes, Hufflepuff's cup. I'll take goblet as well. The diadem. Harry Potter. Because they're in the forest, he does a Vadacadabra that kills a piece of soul that was in Harry. Then he comes back, and then who cuts off Nagini's head? Neville. Yes. 有答对的吗？ You get your very own golden snitch. 又走到了 Pesky Parrot， 来看看他家酒水单，感觉都蛮特别的。一想到明天就要下船了，还真是依依不舍呢。晃到6楼的时候，看到了 SPA 和健身中心。6楼电梯口还有主持人在拍视频，介绍今天的活动项目。8楼有一个 Central Park， 是露天的。这些就是游轮景的阳台房，树上竟然还有小鸟。这家 Izumi 是吃日料的收费餐厅。Park Cafe 是免费餐厅，它的开放时间能 cover 下午自助餐厅和主餐厅关了的时间段。冷餐柜里有三明治、卷和果蔬杯，是可以直接拿走的，也提供糖吃的三明治和甜点。沙拉也有。和其他餐厅一样的带泡茶和咖啡机。他家的柠檬汁好浓郁啊，完全不像自助餐厅的那么水，好喝。又回到了15楼泳池那里。这家 Lime and Coconut 是收费酒吧。再往前走能看到免费小吃吧 The Spare Tire， 这里提供热的小食。Beef and Cheese Tornado 是类似 7-Eleven 里 Taquito 的小肉卷，也有甜点树莓芝士条。三明治和卷也和其他餐厅的口味不同。车头有个洗手池。吃饱喝足，鼓起勇气去挑战 Zipline， 是免费的项目哦。
双脚离地的那一刻，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其实距离挺短的，而且也不算特别高，整个人重心向下往后仰，感觉有点像在坐以前的老式缆车，是很舒适的一次滑行。冲浪也有免费时间段。我昨天打篮球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今天根本进不去。今晚用餐终于被安排在窗边啦，虽然不是看到夕阳的那侧，但是也已经超级快乐了。第一道前菜选了 seafood cake， 也不知道里面有哪些海鲜，蘸酱是腊梅奶滋，比之前的 crab cake 更好吃，边上配了腌过的胡萝卜丝。第二道 shrimp cocktail 就和超市里速冻的一个味道。今晚的主食有炖羊腿，配了煮黄豆和菠菜。羊腿外面有一点点老，但是还可以接受，里面蛮嫩的。绿色透明的薄荷酱是点睛之笔，给羊腿带来了甜味的同时又有一丝清新。今晚再次吃了牛排，配的阿根廷青酱和一些烤时蔬。这个酱感觉就是放了洋葱和辣椒的油碟。牛排同样选了5分熟，和昨天的一样好吃，但是这块牛排有点筋筋拉拉。甜点选了 crema catalana， 看介绍是什么西班牙特色甜点，结果一上来发现这不就是前天难吃的 crème brûlée 吗？不死心还尝了一下，果然就是它。嗱，我生平最睇唔起啲唔誠實嘅人啊！ Black Forest Tart， 踏皮是曲奇饼干的口感，奶油不甜，巧克力甘纳许依旧过分甜腻，虽然带点微苦。我发现这些天吃下来，主餐厅的甜点好吃的真不多。既然是最后一晚，觅食行动怎么能就这么结束了呢？来到了5楼的 Sorrento's， 他家是免费的披萨店，一共4种口味，有芝士、pepperoni、美式和纯素。要了一块美式的，里面是培根、青椒和蘑菇，再要了一块纯芝士的。他家的披萨出品真的可以，芝士味非常浓郁，烤的也恰到好处，薄薄的饼底香香脆脆，完全可以 get 到吃高热量碳水的满足感。啥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就是我坐在 Sorrento's 吃披萨，看着对面的咖啡 Promenade。他家部分饮料来自星巴克，是要收费的。免费的有蛋糕、慕斯、猪肉卷、鸡肉三明治，还有果蔬杯。来份蔬菜清清口吧，种类还挺丰富的，里面有胡萝卜、黄瓜、芹菜、甜椒和小番茄，配了酸奶酱和鹰嘴豆酱。回到房间，员工已经把下船日的流程放在了桌上，主要看你有没有托运行李。如果所有行李都随身带着，那么你可以在早上6点45到9点之间的任何时间从5楼下船。如果需要行李协助，那么你则要在前一天晚上10点前，把需要托运的行李贴好行李条，放在自己房间门口。行李条上和你的 APP 里会提示你所属的 tag number。下船日当天，免费餐厅依旧会开到早上8点或8点半。到了下船日，广播会通知轮到哪些 tag number 的乘客了。然后你需要去到对应的 Departure Lounge， 在那里会有员工协助下船。今晚的邮轮特别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离城市太近的缘故，还是因为下一个飓风快来了，前几天完全没感觉的。最后一天啦，一觉醒来，我们已经回到出发的港口了。因为没有托运行李，所以我们的时间比较自由。当然是先去 Windjammer 吃邮轮上的最后一顿早餐啦。早餐的菜品和前几天一样丰盛，香肠、薯饼、培根、鸡蛋、芝士、冷盘肉、坚果、水果、酸奶、果酱、吐司、羊角包、甜甜圈、小蛋糕。餐厅里人头攒动，几乎坐满了。
拿了个火腿班尼迪克蛋，几乎每天都拿的烟熏三文鱼，一些水果及坚果。船上每层楼都用了不同的花来装饰，大家都在做下船前最后的准备。才发现邮轮上有卖2手劳力士，还有马西卡。跟着大部队向出口移动。行李需要托运的游客，如果还没有叫到自己的 tag number， 可以在这里等待。根据上邮轮的路线一路返回喽，跟着指示的方向可以去到取托运行李的地方。下船口有一个非常简易的美国海关边检，记得邮轮上的水果、三明治等食物是不可以入境的。好啦，这就是海洋乌托邦号5天4夜纸醉金迷的邮轮之旅啦。刚回到家的那几天还会偶尔觉得在晃。总结这次邮轮的旅程，水上及冰上表演非常值得一看。Zipline 啊、冲浪啊、超长滑梯都很值得一试。Casino 规模不大，机器也有点老，而且里面烟味很重。餐饮方面，热狗店和披萨店竟然是印象最深刻的。如果可以的话，第一天尽量选中午前登船，因为第一天自助午餐龙虾任吃。Main Dining Room 后面几天的食物会比前几天好点，甜点不行。邮轮上网络要额外收费，不过不买网络套餐也能用皇家加勒比自己的 APP 和同行的人相互聊天，所以不怕失联。但是这些天手机一直提示收到微信和邮件，你点进去呢，就是不给你打开。强烈怀疑是皇家加勒比故意的，勾起你的好奇心，引诱你去花钱买他们的网络套餐。由于篇幅的关系，肯尼迪航天中心会放到下一期，敬请期待。如果有什么关于邮轮的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我会尽力解答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关注、点赞加收藏，谢谢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